因为受疫情的影响，很多企业复工的时间都是一拖再拖，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呀，所以很多企业已经陆续复工了。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，那么复工后我们该怎么做好自我防护呢？毕竟新冠肺炎是人传人的。那关于复工的这个问题，钟南山院士建议大家呢，首先一定要做好科学的消毒，并且要佩戴口罩。在办公的地方，如果人员密集，建议大家一定要开窗通风，不要和人近距离接触。那戴口罩一定要4个小时更换一次。还有呢，勤洗手是非常重要的。大家不止呢要对自己负责，也要对他人负责。毕竟生命大于一切。那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众志成城，相信这场战争一定会很快过去的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该吃吃，该喝喝，想到哪里玩就到哪里玩。你们说是不是呢？血糖高。高血糖对身体都有很大危害，所以日常生活中要好好的控制好血糖。通常降血糖我们都是通过药物，其实在农村有种降糖树，用几片叶子泡水喝，对稳定血糖也有帮助。这种降糖树是一种稀有的热带植物，有很强的药用价值，原产于澳洲，不过现在农村也有人种植。这种植物的叶子可以帮助调节机体胰岛素功能的恢复，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。大家可以用它的叶子泡水喝，能够帮助调节血糖。除此之外，这种植物对血压高、血脂高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。大家可以用它试一试，对血糖平稳有帮助。不过想要降血糖，平时呢还是要多运动锻炼，控制好体重，饮食也要特别注意，少吃含糖的食物。最重要的是按时吃降糖药，这样才能保证好身体的健康，预防并发症的出现。血糖高不高，不妨看看脚，若没有2种变化，说明血糖还算平稳。第一，脚部反应变迟钝。如果体内血糖高了，神经系统可能会受到影响。若是脚部神经出现问题，那么就可能会有脚部反应迟钝的情况出现。所以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个变化。第二，脚部无缘无故发麻。双脚处于我们血液循环的末端，如果血糖高的话，会影响血液循环，这样就可能会有脚部发麻的情况。若你双脚总是无缘无故的发麻，就要小心了。那上面的这2种变化你都没有的话，说明血糖控制的还不错哦。但生活是越来越好了，啥吃的都有。但俗话说病从口入，不好的饮食习惯使得很多人血糖升高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那怎么判断自己血糖高不高呢？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手，若没有3个变化，血糖还算稳定。1. 手部异常红肿。如果体内血糖过高，会影响身体血液循环，血液循环变慢，双手不能够及时的得到血液和氧气，就可能会出现红肿。2. 手指异常发麻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手指被压到了，可能会发麻。但如果无缘无故发麻，那么就可能是血糖高，使得血液循环变慢所引起的手指发麻。3. 手指伤口不爱愈合。血糖高容易引起血管病变，身体免疫力下降，那这样就可能会出现手指伤口不爱愈合的情况，所以大家要多。大家都知道，血糖高的人应该少吃甜食，但生活中有一些食物虽然吃起来没有甜味儿，却是含糖大户，那血糖高的人要少吃。第一种，膨化食品。虽然膨化食品添加的糖类物质比较少，但是含有的淀粉很多。淀粉在体内会被分解成麦芽糖，而且能够快速的被人体吸收，这样就容易引起血糖升高，并且膨化食品热量比较高，吃多了容易发胖，也不利于血糖稳定。第2种，山楂。山楂吃起来比较酸，但是却含有很高的糖分，尤其一些山楂制品会在制作过程中加入大量的糖，这样糖分就更高了，如果吃了也会使血糖升高。那血糖高的朋友可以常吃一种食物，那就是苦荞。苦荞属于粗粮，并且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黄酮物质，能够加速糖类代谢，刺激胰岛细胞活动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有助控制血糖高的人，3种主食尽量少碰，若不当回事，血糖想降下来都难。第1种，煮烂的白粥。血糖高的人最好不要吃白粥，因为在煮粥的过程中会将大米中的淀粉分解成碳水化合物，这样很容易被人体吸收，不利于血糖稳定。
第二种，面包。现在呀，大部分面包里都加入了大量的糖分，如果经常吃，也容易使血糖升高，所以尽量不要吃。如果想吃，可以选择全麦面包，不过呢，也不可吃多哦。第三种，糯米。糯米很黏，不容易消化，而且糯米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，如果吃多了也会使血糖升高，所以呢，尽量也少碰为好。血糖高的人若出现3种情况，小心并发症找上你。表现1：皮肤瘙痒和干燥。血糖高的人如果皮肤经常出现干燥和瘙痒的情况，而且用什么方法也不能够缓解，就可能是并发症的信号了。表现2：视力下降。血糖高的人还要注意，如果出现视力下降、视物模糊，最好及时检查一下，也可能是并发症要找上你了。表现3：腿脚发凉。如果出现下肢发凉或者间接性跛行的情况，要小心是糖尿病足，建议大家检查一下。所以血糖高的人若出现上面3种表现，要提高警惕了。那想要控制好血糖，日常做好2件事。第一，改变饮食。平时保证3餐规律，营养均衡，最好少食多餐，不能吃得过饱，尽量不要偏食，这样有助血糖稳定。第二，适当运动，每天进行适量的运动，也能够帮助保持血糖稳定，最好是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广场舞、太极拳等。以决定一天血糖好坏，早起坚持2要2不要，有助血糖稳定。要坚持运动，每天早上起床后若能坚持运动半小时，有助提高身体新陈代谢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调控血糖有帮助，能让你血糖保持稳定。要喝1杯白开水，早上起床后要保证身体有足够的水分摄入，可以每天坚持喝1杯白开水，这样有助于稀释血液，加快身体排毒，能避免血糖升高。不要马上运动，如果早上起床后马上运动，这时处于空腹的状态，很容易引起低血糖，不利于血糖稳定。不要过度赖床，因为早上4点到9点是血糖最容易升高的时候，如果你一直不起床，错过吃早餐的时间，这样就会打乱一天血糖的规律，不利于血糖稳定。如果血压高了，通常会有头晕、头痛的情况出现，那一般呢都是吃降压药来控制血压。其实除了吃药以外，大家还可以常做一个动作来帮助血压保持稳定，那这样配合用效果会更好哦。这个动作就是甩手，先自然站立，2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全身保持放松，手臂自然下垂，手掌心朝内。然后呢，双手手臂开始甩动，甩到前面的时候，最好不要超过肚脐；甩到后面时，小手指外缘最好不要超过臀部。这样来回甩手3到5分钟。注意甩手时要用腰腿带动甩手，甩完之后还可以做一些轻松的活动。这样甩手呢，可以疏通经络，促进气血运行，不仅可以帮助稳定血压，还能提高抵抗力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哦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血液流通顺畅，那么身体也会很健康。但如果血管内垃圾过多，血液就会变粘稠，血管出现堵塞。那么怎么判断血液粘稠不粘稠呢？大家可以蹲下试一试。如果蹲时间长了，出现气喘、呼吸困难以及呼吸急促的情况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血液粘稠了。那血液粘稠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做一做，帮助清理血液垃圾，预防血栓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在腹部上叠放，然后左手向身体左侧甩动画圈。做完再换右手，因为我们的手上和手臂上有很多的经络和穴位，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不仅可以预防血液粘稠，还能帮助保护心脏。每天做3到5分钟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哦。血液粘稠看起来离我们很远，其实呢，这都是生活中日积月累的，通常和不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有关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和哪些习惯有关。第一个，喝水太少了。人是离不开水的，那我们的血液中大部分呢也是水。如果平时喝水太少，体内缺乏水分，就会增加血液粘稠度，导致血管堵塞。第二个，久坐不运动。长时间坐着不运动，身体新陈代谢和血液流动会变慢，这样时间长了，体内堆积毒素垃圾，也会增加血液粘稠度，促使血管堵塞。
第3个，吃得太油腻。一般油腻的食物都是高脂肪、高蛋白的，如果吃得太多，容易引起肥胖，使血液粘稠度增加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所以，如果想要血管健康，上面这3个坏习惯，希望呢你尽量改正，改掉一个也是好的哦。得了，就叭叭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